以太坊怎么变弱势了？该抱持什么样的心态？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目前所持有的两个仓位呢，都有着不错的利润。像比特币的话，我们目前掌握了22%的收益，那么以太坊呢，也有掌握了更多，这大概是23%左右的收益。那目前呢，总合起来啊，有14万美金。如果资金费率扣掉的话，还是有接近13万美金的利润哦，不含现货，就是光这波多的波段操作就有这样的利润了。我认为是还可以的，而且我们做的是币本位，有把资金利用率呢提到最高。那我们赚的比特币、以太坊啊，也会在之后的时间也会继续的升值，为我们产生出额外的收益。我们来看看目前以太坊的行情吧。我们在这波上涨的过程呢，以太坊其实涨得还算稍微少了一点点哦，而且我们在刚刚的回调呢，比特币很快就到达了原位。不过以太坊啊，它还没有回到原位，甚至没有突破新的高点哦。那我们来观察吧。目前以太坊它是受阻于4000，我认为以太坊如果突破4000过后呢，我们就会稳定的变成都是以太坊比较强势了。毕竟目前比特币是在新高的过程哦，而且是历史新高，我们价格已经到了我们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通常啊，价格在我们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的时候啊，它都会运行的非常好哦，因为我们往上呢是没有套牢盘的阻力的，而且大家心里啊也会比较没有疙瘩哦，市场的方向还是比较一致的。不过以太坊就不同啦，以太坊我们目前呢是面临到了我们以太坊我们整个牛市啊最重要的阻力，也就是在4000左右啊。其实4000呢，我们从目前啊可以看到它已经受阻了3次。不过4000的阻力啊，它其实是从我们上一轮牛市呢，其实就一直延续至今啊。我们上一轮牛市，我们就是在4000左右受阻了。你说5000的阻力呢？我认为它的效力啊是绝对不比4000强的，因为我们4000有过多次的触摸，那我们在5000左右所堆积的筹码，其实并不会到太多。那既然4000是很重要的阻力，我们在碰触到4000的时候呢，即使我们最后是要突破啊，我们来回震荡一下下哦，来吸收掉最后的一点点供应，然后再进行突破呢，也是很重要的哦。而且也不只是以太坊有出现过类似的状况啊，我们在比特币呢也可以发现很雷同的行情，就像我们当时比特币在7万左右的阻力区间受阻一样，我们当时啊受阻之后啊，其实已经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震荡啊，我们最后才把7万左右的阻力呢给顺势突破的。那我认为以太坊它一旦可以突破4000哦，它会稳定，至少在上涨的过程哦，一定会比比特币要来得更强势。那到时候如果我们持有以太坊或持有相当比例的以太坊，我相信就会为我们产生很不错的利润。那目前呢，大家可能会有点恐慌哦，尤其很多已经把部分的比特币换成以太坊的朋友呢，会很恐慌，因为目前呢，我们汇率对还在下跌的过程啊。那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啊，1-2个礼拜前呢，我们有提到，我已经开始把我一部分的比特币开始去换成以太坊了。那我个人呢，在做任何的现货抄底或者是逃顶的操作的时候，我自己都会分一个时间的区间去做操作哦。当时我在买比特币的时候，我整个底部啊，我花了3-4个月的时间才把它分批买的。当然了，我自己是不做 DCA， 因为我个人有对行情做出判断啊，我并不是定期定额，然后不管它的价格啊，我自己是做出判断，在这个时间点，在这个点位，那我要出场的话，或我要入场啊，我就会用一段时间。那我当时比特币、以太坊的现货呢，我都用了3-4个月，甚至有到半年的时间，去慢慢把这些仓位给建立起来哦。一方面，它可以降低我们的成本；第二方面呢，它会抑制住我们恐惧与贪婪的情绪。那么，我们再把比特币呢换成以太坊的时候，我认为也要用类似的心态去面对呢，才会有比较好的结果。如果我们观察盘面的话，它其实是在底部呢做一个震荡啊。我个人的判断认为呢，它非常难去跌破我们前低，也就是在0.03左右的低点啊。我们最后的底部的区间啊，它很有可能就是出现在0.035
到0.04左右这个区间啊。那我认为只要在这个区间段之内买入呢，建立仓位啊，其实都是不错的选择。我个人呢会选择在这个位置呢，花大概3个礼拜，或许到1个月的时间呢，来把仓位给慢慢建立起来啊。那我相信在我们一小段时间来平均成本的情况下呢，即使以太坊的汇率它面临了回调啊，我们内心也是不太需要恐慌的。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 KYC 入金$100就送你$500的仓位，这真的非常优惠哦。那你只要赚钱了，你可以直接提币走了。如果你亏钱的话，这本来就是赠送的仓位，也非常欢迎你来共襄盛举。我们在12月29号台北万豪举办的免费讲座，我们在当天呢会提供大家免费停车，而且我们入场呢是没有任何条件，也是没有任何收费的。那我们当天有提供一些小点心、小的茶饮等等，还会送出一些周边。那我们讲座的内容呢，主要会说明一些我们在影片直播当中呢从来没有说过的内容哦，是一些不方便说的一些内容，但我认为是非常有价值的。那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填写表单来报名。我们来观察一些以太坊的数据好了，观察这些数据过后呢，更让我坚定的持有以太坊也更让我相信呢，以太坊在这轮牛市里面的表现至少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绝对是收益风险比非常好的一个标的。你可以观察我们目前以太坊的 ETF 自从7月通过以来呢，我们到了9月我们已经流出了大概40万颗的以太坊。那当时以太坊呢也出现了非常大幅度的回落是直接腰斩，毕竟市场的流动性也是有限的。我们从4000一路就腰斩到2000。不过我们在2024年的9月找到底部过后呢，我们到了12月我们已经累计流入了大约70万颗的以太坊那当时我们在9月以太坊找到底部的时候，你可以观察，也就是这段行情从我们9月开始一直到我们现在，我们的这段上涨呢，以太坊的 ETF 它是贡献了70颗以太坊，70万颗以太坊的买入力量我们才能有这段上涨的。那可见这跟我们在比特币所看到的情况呢，又是可以相作呼应的。如果我们从 ETF 去观察比特币的行情我们可以发现，只要 ETF 有流入，有稳定的流入，比特币就可以涨。如果 ETF 没有流入了，或流入的少了，那么比特币很有可能就是持续的震荡或者是微微的下跌那一样的状况呢，也是重现在以太坊身上了。所以我认为比特币的这一套是可以套过来以太坊的。在我们这轮牛市，我认为会出现非常大的分歧，因为已经有 ETF 它把市场已经做了分割了。当时在比特币ETF 通过的时候呢，我自己是非常看好比特币的。那直到以太坊 ETF 通过，我才认为在这轮牛市，以太坊也会有机会那直到我们从9月到12月，我们流入了70万颗以太坊，我们有巨额的资金也流入到了以太坊，然后并且也带动了我们的行情。那我就认为以太坊在这轮牛市，它一样可以像过往的牛市一样崭露头角那这个时候我才更去加大我以太坊的持仓比例。你可以看到我们目前流入的速度呢开始变快了，那以太坊它也顺势的开始往上涨，而且我们很快要突破重要的阻力区间了。我们再来观察我相信大家都希望持有正在通缩的资产，而不是正在通膨的资产像是最不值钱的资产其实就是现金，因为现金它会随着时间慢慢的贬值。只要美国一 QE， 美国一降息，美国开始印钞票，那么我们手中的纸币就会不断的贬值所以我们要去持有通缩的资产，这相当关键。那以太坊呢，在2022年 The Merge 合并过后呢，我们从 Proof of Work POW 机制转化成 POS Proof of Stake 的机制，也就是以前呢，我们是靠工作量证明来去挖取以太坊的。那我们现在呢，自从 The Merge 2022年过后也就是你可以看到的这条虚线
我们就变成 Proof of Stake， 我们只要质押呢，就可以去挖矿以太坊了。那我们在 Proof of Work， 也就是工作量证明之前呢，以太坊它就是一个通膨的资产哦，因为毕竟只要有更多的以太坊矿机，那以太坊就会被持续的挖出来。以太坊被持续的挖出来，我们手中的以太坊呢，其实价值就会被稀释。那我们自从2022年的9月，以太坊开始通缩以来呢，基本上以太坊它经历过了几波的减少你可以观察我们过往在图表上呢出现了2次以太坊的巨大燃烧一次就是上海升级当时在2023年的年初相信大家都有印象还有我们在最近2024年的3月坎昆升级，当时这2个升级都造成以太坊非常大幅度的燃烧那我们当时呢，以太坊也是有一些热度的也是有一些交易transaction 在链上的交易，还有智能合约的使用这都会加速以太坊的燃烧。那以太坊它被燃烧，以太坊的总量开始减少那价格它就会很难升跌，它就比较能维持住价格。那我们在最近的一段走势，也就是从2024年开始呢，以太坊燃烧的速度又变慢了很多其实我们最近以太坊的供给量在不断的上升呢，就是由于以太坊燃烧的数目它太少了。那我们最近呢，随着以太坊的行情，以太坊 ETF 的流入，以太坊的链上交易数据呢开始好转了，以太坊的智能合约使用的频率开始变高了，以太坊的燃烧开始变多了，那以太坊的供应量降下来了。以太坊虽然说还在通膨但是它数量增长的速度呢已经有缓和下来了。如果说以太坊的价格又再往上走一点，我们链上的交易更多了，以太坊的智能合约使用更频繁了，那么以太坊呢也很有可能再继续重回通缩的资产数量减少的情况下，价格就会再被挤压上去这张图表 X 轴是时间，那么粉红色的长条图显示燃烧的以太坊数量，紫色的线显示以太坊的总体供给量市场有流通的以太坊的数量以太坊的燃烧呢，其实都是可以实时掌握的你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呢，就可以显示我们自从 The Merge 过后，以太坊的总供给量它的增减还有以太坊目前有在燃烧的一些情况，其实都是一清二楚的。最重要的气费gas fee， 也就是以太坊燃烧的一个关键燃烧速度的关键其实也都是非常清晰的大家都可以在网站上面去找到相应的数据等等的。那我相信呢，广大的以太坊用户还有强健的以太坊生态，就是以太坊它可以是加密货币老二不动的老二的原因其实很多的生态系呢也都逐渐完善但如果说一个完善的生态系它没有配上广大的使用群众的时候，那很有可能这个生态系它也不会火热起来它的价格也炒不起来不过以太坊呢，它是没有这个情况的，它是有广大的用户，也有强健的生态。那我们最后呢，我们再来观察以太坊在链上交易的数据，在链上交易的次数，还有以太坊智能合约使用的频率都是在逐级的增加。黑色线表示以太坊的价格，那么左边的图表紫色线表示链上交易的次数。我们都知道链上交易的次数增加，那么以太坊燃烧的数量就会变多就会加剧以太坊通缩，让以太坊的价格呢遭受挤压而上涨那右边紫色线表示的是智能合约它使用的这个数量你可以看到随着时间尤其在我们最近以太坊突破2000过后呢，也有很显著的一波上涨那量的增加都会让以太坊的燃烧呢更加剧，就进而推升以太坊的价格。如果你认为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